我是瓜皮儿。明日传奇第一季前情提要：萨维奇统治世界，杀害了时间之主瑞普的妻儿。瑞普为了复仇，集结了一支队伍，名为传奇。他们百经磨难，终于了结了萨维奇，同时也摧毁了他的后台，也就是时间理事会。斯纳特为此牺牲。瑞普作为前时间之主，现在只有他能够守护历史，不被时间旅行者破坏。大伙再次集结。出发前，泰勒驾驶乘波号出现，告诉他们不要到1942年。2016年星城，某神秘男子突然闯进市长办公大楼，他疯狂逃窜，为的只是来到市长办公室门前。当门打开之后，奥利弗出现，他起身介绍自己是历史学家，名叫海伍德，此行的目的是为 Sarah 和雷而来。来到办公室后，奥利弗说：“我对传奇不了解。”海伍德说：“我知道，你身为绿箭侠一定很忙。”奥利弗差点让他当场去世。海伍德又告诉他，这几百年内的历史发生了细微的改变。在1942年，有人看到不明飞行物潜入海底，同时看到了原子弹在水中爆炸。然而原子弹是在1945年才被研发出来的。话不多说，二人直接潜到大西洋海底，通过雷达反馈，他们发现了乘波号。进入飞船之后，只看到米克孤身一人，旁边就是唤醒的按钮。飞船启动，米克醒来就是2拳。奥利弗按着他说：“你给我老实点，告诉我其他人去哪儿了。”他一边喝酒一边回忆，但最后的记忆只有被瑞普打晕过去。他们摧毁了消失点，时间之主们提前下岗，维护时间线的活全都揽在了他们身上。1639年的法国，他们的任务是拯救法国国王。米克觉得自己十分羞耻，但是没辙，路易13国王将要遭到行刺。雷变小在他房间里游荡，国王正在打扮自己，准备和王后入洞房。如果他死于今天，法国的历史将会受到重创，也就没有了居里夫人以及其他明星科学家。时间旅行者出现，国王差点遇害，雷将他击倒，外面也变得十分混乱。杰弗逊眼看这人要开枪了，赶紧叫斯泰因到楼底下接自己，于是二人就这么合体了。完事之后，国王惊慌失措，萨拉出来说：“王后已经热身好等您了，你可千万别违了。”然后他们就这么走了。奥利弗说：“老子还有一大堆文件要看，你能不能简短点？”米克说：“一个叫泰勒的兜帽男驾驶他们的飞船，叫他们不要到1942年。”说完人就消失了。可是他们还是去了那个年代。乘波号停在时间流里，飞船遇到时震引发的冲击波，时震的根源在1942年的纽约市，德国人用原子弹摧毁了那里。瑞普一再强调他们不能到那个年代，但是他们飘了，觉得自己行了。基丁恩找到当时的报纸，上面写着他们赢得战争，但是时间却延长了2年，死亡人数增加了1200万。而且在纽约遇袭之前，爱因斯坦失踪，他们推断是德国人抓走了他，所以原子弹提前问世，只要把他带回就能纠正历史。杰弗逊想不明白瑞普为什么让他当飞船的机械师，瑞普也没有告诉他原因，只是让他修。大伙琢磨着怎么才能找到爱因斯坦。萨热的路越走越偏，雷问他干啥去？萨热说：“我去找我爷爷去。”雷说：“好的。”然后穿上原子战衣，搭上了他乘坐的出租车。其余人来到屋里研讨会，瑞普提醒这里会有间谍，注意观察四周。斯泰因注意到了那个老头子，他在跟女士们科普牛顿第3定律。米克十分欣赏他，斯泰因却愣了。瑞普发现了穿着十分精致的间谍们，为了让爱因斯坦避免被间谍抓捕，斯泰因过去告诉他：“我是你的粉丝。”这个老不正经地说：“你毁了我的双梦。”萨拉来到了达克的交易地点，他从裙下掏出一杆枪，猫在角落里偷偷盯着他。达克用德语和他们交流：“光有铀可造不出原子弹。”这个头头告诉他：“你不用操心，俺有人能造出来。”米克一边嚼东西一边搀着他。老家伙意识到自己被绑架，呼叫安保人员。那会儿间谍终于潜伏不住，场面变得混乱。斯泰因也给他科普了一下牛顿第3定律。被抓到监狱之后，他还不忘提及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的论文，可是那玩意儿他还没有发表。爱因斯坦十分气愤地分析出了他们来自未来，并且告诉他们他是唯一能造出原子弹的男人。其实还有个女人也能造出来，也就是他的前妻米列娃。他们开始讨论上哪儿才能找到米列娃，两人发生争执。萨热说：“没有战衣，你只不过是个有钱人而已。”雷突然想到自己的战衣可以追踪他们。米列娃已经把原子弹制造出来，并且准备登上潜艇。好在众人出现阻止了他们。萨若的眼里只有达克，二人交手就知道他吃出刺客联盟。其余人掩护，雷负责拆解炸弹。可是他的战衣出了问题，米克受伤，瑞普下令撤退。萨若见状之后选择放弃，但他的样子已经被达克记住。瑞普操控着飞船追踪雷留下的标记，他让杰弗逊继续修飞船，可是他依旧不情不愿。瑞普告诉他，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不在，那时候第5人知道他的秘密。
杰弗逊问他时间分散是什么，瑞普却只是打了个马虎眼。飞船潜入大西洋，遭到了纳粹潜艇的打击。达克下令发射原子弹攻击陆地，为了防止它毁掉纽约，瑞普操控乘波号打算用身体阻止它爆炸，同时把大伙分散到了不同的年代。米克因为中枪，身体可能会支撑不住高强度的时间旅行，所以他一枪把米克晃晕，带到了医疗舱，使他进入沉睡状态。乘波号用身体挡住原子弹，飞船在水下爆炸。他们终于听完了故事，奥利弗告诉他，你可以带这位历史学家一起，我还得回去当市长和绿箭侠。海伍德发现了侏罗纪时期留下的脚印，作为前克洛诺斯的他，驾驶乘波号直接起飞。飞船穿越到7000万年前，这个野人正在被霸王龙追击，米克一枪把他给烤跑了。他们又来到了公元821年的英格兰，两位魔法师给他表演了个手机自拍，仨人穿越而至，和这里的护卫打了起来。1693年的塞勒姆，萨拉把整个村子的女人都变成了拉拉，村民们还以为她是女巫，想要处决她。大伙到了这里之后已经被清理干净。瑞普没有使历史发生改变，所以海伍德也无法追踪他的下落。瑞普给他们留下了一些话，告诉他们只要大伙团结一致就是最棒的团队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希望我们还会有再见的一天。勿念。他们继承了瑞普的意志，必须要阻止那个时间旅行者的胡作非为，首要的任务就是阻止达克抓住爱因斯坦以及他的前妻。为此，海伍德提议改变历史，他们找到爱因斯坦，告诉他如果想要保护前妻以及世界，就必须公开宣布米列娃和他暗中搭档30多年。达克与这个头头合作的很不愉快，他决定搞点新鲜玩意儿。一道红色闪电出现，清理了这里，二人相视一笑。他们以为做完任务终于可以离去，身后却突然出现5位正义协会的超级战士，要逮捕他们。雷说泰勒是我们的朋友，可他们却没听泰勒提起过。海伍德上前对钢铁司令说，咱们有事好商量，然后被干了一枪托，和钥匙遮住天空。Sarah 跟雌狐干了起来，他激活了星星形态，一下把 Sarah 撩飞，火风暴被星女一个终极闪光打落，胜负很快分了出来。被抓之后，他们在牢里互相埋怨，身为长官的泰勒却说自己从未见过他们。钢铁司令准备继续审问他们，海伍德掏出了一块狗牌，告诉他，你把它给了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把它给了我，所以我是你的孙子。斯旺来到了约定地点和克里格见面，他为了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作为交换，把这个可以让人变异获得超能力的血清交给了他。误会解除之后，众人来到大厅开会，泰勒以为斯泰因是队长，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一下他可飘了，把泰勒穿越时间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当他说完这些之后，人就消失不见了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泰勒认为把他们关到精神病院是个好主意啊。雷对他们敬仰不已，因为他们训练有素，还有个优秀的领袖。这支队伍需要有人在关键时刻做出决定。斯泰因毛遂自荐，毕竟泰勒都把他当头头了。Sarah 表示赞同，于是斯泰因成为了队长。Sarah 过来劝海伍德回家，因为他没有自保的能力。海伍德突然发现狗牌不见，翻阅了关于正义协会的笔记，发现他们在追捕克里格的时候全体积极。为了拯救正义协会的成员，他们调查了克里格的行踪。今晚他们会出现在女神游乐厅。斯泰因因为长得像当时人气很高的男高音歌唱家，所以他决定借此身份潜入。杰弗逊告诉他，糊弄牌友和糊弄纳粹可不是一个性质，而你又不懂战略。斯泰因说，我是船长啊。大伙来到了女神游乐厅，雷找到了雌狐，两人交代清楚之后与他们会合。突然冒出来一位将军，要在现场唱一首歌曲。斯泰因走上台唱了一首雪绒花，将军感动得差点哭了。克里格和小弟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他们必须拿到那个护身符一样的东西。这些刚好让前去倒酒的海伍德听到。知道计划之后，萨拉提示他该收尾了。唱完之后，将军一激动行了个礼，他发现雷没有向元首致敬。雷说，那我现在致一个吧。暴露之后打了起来，星女一个终极闪耀把所有人晃晕过去。来到他们的飞船之后，斯泰因口齿不清，萨拉解释他们只是想帮忙。泰勒提议让他们做后勤，同意的就举手。分析出作战地点之后，斯泰因建议调查附近的军事活动。萨拉说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泰勒表示同意。萨拉发现海伍德的伤口还未愈合，他经常受伤，所以他知道海伍德患有血友病，伤口无法愈合，情况严重的话会致死。海伍德告诉他自己是个成年人，有权利自己决定，但 Sarah 还是不同意他在以身犯险。雷羡慕他们的团队合作，相比之下自己不是个好英雄。雌狐说你不算英雄。飞船追踪到了克里格男爵的车队，于是众人拦腰截断他们。男爵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溜掉。
雷和雌虎准备去追，斯坦因告诉他目标是护身符，泰勒又说目标是男爵。斯坦因脑子转得太快，话都快说不出来。克里格注射血清变成了怪物，二人打不动他，与总部失去联系。斯坦因还是说不出话来。萨若临场指挥作战，吓跑了变成了怪物的克里格。他终于能说话了，下达了撤退的命令，准备抛弃被击败的雷和雌狐。克里格抓走他们二人，被雌狐一挑衅，正准备开枪崩他。雷告诉他，我可以帮你复制血清，并且改良他们，前提是不要动他。杰弗逊感应到他快疯了，他说不知道瑞普怎么做到，要做那么多决定，处理那么多后果，考虑那么多意见，当船长压力好大呀。斯泰因听到他们在商讨战略，他可以请求空中支援，但是没有把雷和雌虎的安全考虑进去。萨拉不让他这么做，泰勒却说他无权干扰自己的决定。老爷子站出来说他是最适合领导我们的人，作为领袖他有这个权利。克里格过来监工，让雷加快研发速度，然后他有事就先走了。两人一看有机会，放倒看守之后，发现自己的战衣受损不能穿上。当他准备给自己注射血清逃跑的时候，队友们展开了对这里的入侵。克里格又给自己打了一针。萨若和米克闯进研究室，找到了雌狐的项链，四人汇合准备撤离。变异人盯着钢铁司令官不放，海伍德骑着摩托在前面接应。空中部队赶到，一导弹他炸没了。俩人正高兴呢，也被天降正义给制裁了。爆炸使他体内大出血，由于他身体缘故，基丁恩也无法愈合。雌狐正安慰着雷，他突然想起来血清也许能救他的命。注射成功之后，他的生命体征恢复正常。回到正义协会后，泰勒把护身符放了起来。当他正准备离去时，逆闪出现，把他按到了墙上，告诉他你毁了我的计划，所以我要把你从时间线上抹除，顺手拿走了护身符。雌狐发现他躺在地上，他说出了时间旅行者这几个字之后就咽了气儿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